我把女儿养成天真烂漫的傻白甜，给她最粉的公主裙，最软的象牙塔。我以为这就是爱，结果长大后，我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女婿，他在婚礼上当众用枪对着我，还骂我女儿是只会撒娇、只会买奢侈品的傻白甜，甚至还当场换新娘，导致我女儿疯了，最后冻死在街头垃圾堆旁，手里还攥着我送她的芭比娃娃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女儿5岁生日那天，当佣人推来满是娃娃的礼物车时，我抬手全部掀翻，在所有人的惊愕目光中，我蹲下身，把一把粉色玩具枪放在她掌心。悠悠，从今天起，爸爸教你一件事，这世上最好的童话是你要有实力。上一世在豪华酒店婚礼上，我倒在地上盯着台上那个女婿，他手里还握着那把枪。岳父大人，谢谢你5年来的栽培，不过道上的规矩你比我懂，剪草要除根。我想动，但身体却不听使唤。然后我看见悠悠穿着婚纱跪在我身边，她纤细的手按住我的伤口。爸爸，你不要死！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抬手想伸向她的脸，没想到傅石墨走到她身后。吴悠悠，我的新娘，一个除了会笑、会撒娇、会买奢侈品，什么都不会的傻白甜。说完，他伸手将悠悠推倒在地，然后蹲下身捏着她的下巴。知道为什么选你吗？因为你够天真，你爹把你保护得像个瓷娃娃。听此，悠悠睁大眼睛。傅石墨起身挽过另一个女人的手，这个是他的秘书，那个我一直以为只是能干的下属。婚礼继续，新娘换人。我的视线开始模糊，灵魂却飘了起来。最后我看见悠悠，曾经笑容能点亮整个港城的女孩，此时她正赤着脚在肮脏的巷子里游荡，她脸上满是污垢，嘴里哼着走调的儿歌，然后倒在了地上。如今重生归来，我冲进女儿的儿童房，她手里抱着一只破旧的泰迪熊。那一瞬间，我几乎要跪倒在地。我走过去，将她紧紧抱在怀里。保姆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先生，小姐该睡觉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把悠悠放回床上。她睁着大眼睛看我。爸爸，明天我就是5岁了，会有生日礼物吗？我抚摸着她的头发。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说完，我走出了房间。在走廊里，我站了很久，直到阿忠找上来。老板，您之前说想物色些有潜力的年轻人培养，傅家小子的事儿还要继续查吗？随即，我眼神冷冽如刀，停止所有对傅石墨的调查，另外把他父亲去年欠的那笔债翻出来，还不上就按规矩办。闻言，阿忠愣了愣。可是傅老先生和您有点交情。于是我却打断了他。照做，还要从明天开始给悠悠安排武术启蒙课，教练要女性，要有实战经验，懂教学。阿忠的眼睛瞪得老大了。老板，小姐才5岁。我走向他，声音没有波澜。另外联系枪械定制工坊，我要一把适合儿童型的训练玩具枪，粉色刻上悠悠的名字。听此，阿忠彻底懵了。老板，这会不会太早了？我转过身看着他。傅石墨10岁就能用弹弓打穿野猫的眼睛，我女儿5岁还算早吗？阿忠沉默了。他跟我10年，知道我不轻易做决定，一旦做了就不会更改。直到生日派对当天，我包下了一个主题餐厅，3层高的公主蛋糕。悠悠的小伙伴们来了10几个。悠悠穿着我特意定制的淡蓝色蓬蓬裙。一个生意伙伴的妻子恭维道：“吴先生真是宠女儿。”悠悠将来一定是个优雅的小公主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前世的我就是被这些词绑架了。我的女儿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公主，她要成为自己的女王。派对进行到一半，我把悠悠带到餐厅的私人休息室。爸爸，还有礼物吗？我蹲下身与她平视，然后打开一个黑色丝绒盒子，粉色玩具枪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。悠悠愣住了，小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。我拿起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玩具枪，她伸出小手犹豫了一下。从下周开始，会有老师教你如何保护自己。派对结束后，送走所有客人，我牵着悠悠的手回家。回到家里的客厅时，阿忠这时走了过来。老板，傅家那边有消息了，傅老爷子还不上前，提出让我们收他儿子当个小弟，说那小子聪明能干活。随即我轻声说道：“告诉傅老爷子，钱可以还，但他儿子我们不要。”可是老板，那小子确实是个苗子，好几个堂口都盯着。于是我打断他，声音冰冷道：“那就让他们去收。傅石墨永远不许进入我们的地盘。传话下去，谁收他就是跟我作对。”阿忠眼神复杂，看了我一眼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周末，武术教练来了，35岁的苏冉是前特种部队格斗教官，退役后开了女子防身术工作室。随后我带着悠悠来到别墅的地下训练室。苏冉蹲下身，笑容温和但有力。悠悠你好，我是苏老师，从今天开始我会教你一些本领，比如怎么保护自己，想学吗？悠悠睁大了眼睛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挺起小胸脯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在监控室看着悠悠的身影跌倒了，又爬起来，额头冒汗，但眼神认真。阿忠站在我身后犹豫道：“您是不是太急了？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在玩洋娃娃。”我没回头，眼睛盯着屏幕。傅石墨5岁的时候，已经被他父亲用皮带抽到学会一声不吭。这个世界从不等人长大。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悠悠6岁。那天我第一次带他去更大的训练场，然而就当我们走到门口时，3辆车突然急刹在我们面前，车门下来7、8个人，手里拿着钢管，为首的是脸上有刀疤的光头，他是东区黑狗，一直想抢我码头的生意。接着黑狗咧嘴笑：“吴老大，巧啊，带孩子来训练场，真会教。”而苏冉立刻把悠悠拉到身边，于是我平静地问：“黑狗，你想干什么？”黑狗把玩着手里的钢管：“不想干什么，就是最近手头紧，顺便谈谈码头那批货的事。你吃肉也得让兄弟们喝点汤不是？”我看了
眼悠悠，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着眼前的阵仗，但他没哭也没叫。我往前走一步，钱没有，货也没得谈，给你10秒，带着你的人立刻消失。闻言，黑狗立刻变脸，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。他话没说完，我伸手掏出腰间的枪，对着他的大腿扣动扳机。黑狗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，他呆了2秒才发出惨叫。黑狗的人见此咒骂着要冲过来，我立刻打在最前面那人的脚前，再动一下，子弹可不长眼。时间仿佛静止，他们僵住了。当黑狗的人终于回过神来，七手八脚把他拖上车，然后狼狈逃窜。回家的车上，悠悠一直沉默，我能感觉到他身体轻微的颤抖。爸爸，那个人会死吗？不会，打中的是大腿，不致命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小声说：“我当时很害怕，看到他拿刀对着爸爸。”我摸向他的额头，害怕是正常的，爸爸第一次也害怕，但保护家人是本能。第二天早餐时，阿忠汇报情况：黑狗在医院，他手下那几个按规矩处理了。不过有件事很奇怪，我们查黑狗的通讯记录，发现他最近和傅家有过往来。我手里的咖啡杯一顿，是他的儿子吗？是他父亲，但时间点很巧，黑狗来找茬前一天，傅老头和中间人见过面。我不信巧合，前世傅石墨能顺利的接手我的产业，绝不是临时起意，他早就布了局，而我却把狼当成了接班人培养。于是我接着说道：“继续查傅老头那边，施加点压力。”随即阿忠犹豫了一下：“老板，小姐昨天去训练场，要是传出去，道上可能会有闲话，有些老派的会觉得不合适。”而我却冷笑道：“这个时代，适者生存。”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悠悠训练更刻苦了。他不再只是完成任务，而是主动加练。苏冉告诉我，悠悠问了很多关于人体弱点、关于如何快速制服对手的问题。吴先生，悠悠的学习速度远超同龄人，但他有点太拼了，这样的孩子不应该有这么重的心理负担。我知道苏冉在担心什么。有一次我去训练室，看见悠悠在打沙袋，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狠劲，于是我叫住了他：“悠悠，今天到此为止。”听到我说话，他转身看向我：“可是我还不累，爸爸你在担心我吗？”爸爸希望你强大，你还小，应该有玩耍的时间，有和朋友开心的时光，有除了训练之外的生活。他低头小声说：“丽丽他们最近不跟我玩了，他们说我是假小子。王老师也说，女孩子应该文静一点。”悠悠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女孩，有文静的，有活泼的，没有哪一种更好或更坏，只有哪一种更适合你。如果你喜欢训练就继续，如果你也想玩娃娃，爸爸给你买一屋子，但记住这是你的选择。他眼睛亮起来：“那我可不可以上午训练，下午和丽丽他们玩？”听此，我不由笑着点了点头。然而就在几天后，我接到幼儿园园长的电话：“吴先生，有件事必须告诉您，今天有个陌生人出现在幼儿园附近，并且还询问悠悠的情况。我们保安觉得可疑，把人赶走了，但我觉得应该让您知道。”我挂掉电话，立刻打给阿忠，加派2个人暗中保护悠悠，还有查傅老头最近和哪些人有联系。有人已经等不及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1个星期之后传来了傅老头的消息。那天我正在房间陪悠悠搭乐高，阿忠走进来，脸色凝重：“说吧，悠悠可以听。”阿忠压低声音：“傅家老爷子昨晚突发心脏病，没抢救过来，但现场的人说他嘎前一直在念叨，说是有人要害他儿子。”我的手顿了顿，他儿子傅石墨。阿忠停顿一下：“傅老头欠了一身债，临终前还在求债主放过那小子。还有件事，我们查到傅石墨上个月就离开了港城，说是去南边投奔亲戚，但南边那边的人说根本没见到他。”我放下积木，前世这个时候，傅石墨应该还在街头挣扎，但现在他却消失了。继续找，活要见人。阿忠点头离开，悠悠继续搭乐高，但动作慢了下来。“爸爸，那个傅石墨是坏人吗？”我看着女儿，但不想让她过早陷入仇恨。爸爸还不确定，但他父亲做了不好的事，可能会连累到他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就像黑的叔叔那样，如果他敢来伤害我们，我会保护爸爸的。”心里一紧，握住他的手：“悠悠，保护爸爸很重要，但保护自己更重要。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，你要记住，活下去是第1位。”他的小脸瞬间白了。“爸爸为什么会不在？”“只是假设，爸爸会努力一直陪着你。”阐释我活到女儿婚礼这一世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必须让他准备好，将来面对没有我的世界。傅老头的死开始涟漪扩散，道上开始有传言说是我逼死了他。几个原本摇摆的堂口主事态度变得暧昧。这时阿忠走了过来：“老板，要不要出面澄清？”我正在看训练报告。傅老头的命关我什么事？那些传谣查清楚，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？已经查了，是西区的八脸刘，他一直想扩张地盘，这次想借机拉拢人心。八脸刘，前世他死得早，被傅石墨亲手解决，成了后者上位的垫脚石。看来这一世，有些角色还是会在舞台上出现。安排一下我和刘烨吃个饭。饭局定在3天后，港城最贵的私人会所，我带的人不多，阿忠还有2个最能打的手下。八脸刘那边阵仗更大，包间外站了10几个马仔。八脸刘50多岁。吴老大，好久不见，听说最近在培养小公主。我坐下，端起茶杯。刘烨消息灵通，不过我女儿的事不劳费心。八脸刘正坐在对面。这话说的，咱们都是当爹的人，我理解。我儿子18了不成器，还是吴老大有远见，从小培养经过不让须眉嘛。话里带刺，我放下茶杯。刘烨今天约我，不是为了讨论育儿经吧？他哈哈一笑，脸上的疤扭曲。爽快！
那我就直说了，傅老头那事现在道上议论纷纷，我呢年纪大了，想求个安稳。吴老大要是愿意让出码头3成股份，我帮你摆平这些闲话。3成股份胃口不小，如果我不愿意呢？八脸刘笑容淡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傅老头的命跟你有关，连他儿子都不放过。我看着他慢慢站起来，刘爷第一，傅老头的命跟我没有关系。第二，我找傅石墨是因为他父亲欠我的债，父债子长天经地义。第三，你安排在楼下的人，现在应该已经被请去喝茶了。八脸刘猛地站起来，他的脸彻底白了。我走回桌边看着他，刘爷，时代变了，现在讲究的是人脉，是规则。码头股份你1分都别想。至于道上的闲话，刘爷要是聪明，就该知道怎么让它消失。毕竟你儿子在澳洲留学，每年开销不小吧？我走出包间时，阿忠跟上来。老板，楼下的人已经处理了，但八脸刘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先动手。他最大的生意是地下场子，收集证据匿名交给警方，还有联系他在南美的供货商，出双倍价截断他的货源。说完，我坐上车驶出会所，霓虹灯在车窗上流淌。老板，傅石墨那边还要继续找吗？已经2个月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看着窗外，港城的夜晚繁华而危险，傅石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必须找出来彻底解决。继续找他，一定还在港城。一个18岁的人，没钱没势跑不远。当我到家，已经晚上9点。悠悠在客厅和苏冉玩拼图，看见我，他跑了过来。爸爸，你今天不开心吗？听此，我不由笑了笑。没有，只是有点累。他认真点头，又问：爸爸，是不是有人要对付我们？我沉默了一下，握住他的小手。这个世界总会有想伤害我们的人，但爸爸会保护你，你也会保护自己。他看着我，然后靠近我怀里。深夜，悠悠睡了。我在书房看阿忠送来的报告，八脸刘的生意线已经开始崩溃，南美的货源也断了，但他还在挣扎。这时，苏冉打来电话：吴先生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今天训练时，悠悠追问了我很多细节，比如什么型号的枪，有效射程多远。6岁的孩子问这些不正常。这个我知道，但在这个不正常的世界，正常才是奢侈品。继续教他，但要加入心理辅导。他需要知道为什么学这些，也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不用这些。挂掉电话，我走到悠悠房间，她睡得不安稳，眉头皱着。我坐在床边，轻轻抚平她的眉头。没有人能伤害你，但我知道承诺容易兑现难。八脸刘还在暗处，傅石墨不知所踪，道上的暗流越来越汹涌。几天后，意外发生了。悠悠在幼儿园和丽丽玩滑梯时，丽丽不小心推了她一下，悠悠从半截滑梯摔下来，手臂擦伤了一大片。等我赶到医院，悠悠已经包扎好了，坐在病床上，小脸苍白。爸爸，我没事，只是擦伤。我检查了一下，确实不严重，但还是让我心脏抽紧。丽丽的妈妈在一旁不停道歉，说医药费她全出。我摆摆手，注意力全在悠悠身上。怎么摔的？悠悠小声说：我们是在玩，丽丽推了我一下，但她是无意的。我看向丽丽那个和悠悠同龄的小女孩，她已经吓哭了。悠悠反而对她说：别哭了，我不疼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悠悠身上的矛盾。训练场上狠厉果决，生活中却依然善良温柔，这到底是好是坏？回家的车上，悠悠靠着我。爸爸，我今天其实可以躲开的。丽丽推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她要推了。苏老师教过，如果有人从侧面来，可以侧身躲开，但我没躲，因为如果我躲开，丽丽可能会摔得更重，而且她是我朋友。听到朋友这个词，让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前世的悠悠朋友很多，但那些人在她落魄时，没有一个伸出援手。这一世，我该怎么教她识人？悠悠对朋友好是对的，但你要记住，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。有时候别人无意中的举动，也可能造成伤害。他似懂非懂的点头。晚上我让苏冉暂停1周的格斗训练，改成理论课和心理辅导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他理解力量的边界。八脸刘那边的动作越来越频繁，1周内我名下2家夜总会被砸，码头仓库失火，阿忠带人反击，抓了几个闹事的，但都是小喽啰。这时阿忠在书房汇报工作。老板，八脸刘在试探，他不敢正面冲突，就用这些下三滥手段。我看着窗外夜色如墨的景色，那就让他知道下三滥也要付出代价。他儿子在澳洲，还有他的女朋友，查一下背景，如果干净就别动，如果不干净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2天后，八脸刘主动打电话来：吴老大，咱们和解吧，之前是我糊涂，码头股份我不要了，道上的闲话我也会处理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接着我不由生气地问：你烧了我的仓库，砸了我的场子，一句井水不犯河水就算了。听此，他急忙说道：我双倍赔偿，只求你高抬贵手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八脸刘的儿子其实没犯什么大错，就是个普通的留学生，但在这个游戏里，家人永远是软肋。赔偿3天内到账，还有我要你手上所有供货商的联系方式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吴天雄，你要那些干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，给还是不给？挂掉电话，八脸刘暂时摆平了，傅石墨却依然下落不明。但我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。那天我带悠悠去海边，我们在沙滩上散步。爸爸，海的那边是什么？是更多的海，然后是不同的国家。接着悠悠跑在前面，我看着他小小的背影，心里那个灼烧的洞似乎被海风填满了一点。但下一秒手机震动，是阿忠发来的信息：老板，找到傅石墨了，在南区贫民窟跟一帮偷渡客混在一起。我盯着屏幕，海水的声音在耳边模糊。夕阳西下，黑暗即将来临。此时的南区
区贫民窟，我坐在车里看着那条巷子，阿忠坐在副驾驶低声汇报。傅时墨在这里混了3个月，跟一个叫老鬼的蛇头，主要负责望风和搬运。老鬼挺看重他。接着我问向他，他认出我们的人了吗？应该没有，我们的人扮成收废品的，蹲了2天。他每天凌晨4点出去，晚上10点回来，中间去码头搬货。老板，直接抓还是？我没立刻回答。这时巷子深处一个瘦削的身影出现了，18岁的傅时墨，他走路很快，还时不时左右观察，警惕性很高。前世第一次见他是在码头斗殴现场，他一个人打3个，我欣赏那股狠劲，让人把他带回去包扎，后来留在身边培养。现在同一个少年，在同一个城市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，如果没有我的介入，他会在这里挣扎多久？再观察2天，摸清他的活动规律，接触的人有没有帮手。前世他给我的那一枪，当众羞辱悠悠的每一句话，这些记忆在心里燃烧，但我也知道不能冲动。贫民窟鱼龙混杂，当众动手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先摸清底细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车缓缓驶离，最终消失在阴暗的巷口。当我回到家，来到地上训练室，看见悠悠还在打沙袋，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和训练服。苏冉站在旁边，一脸担忧。我叫住了悠悠，才停下来。她声音嘶哑说道：“我今天在幼儿园听见丽丽的妈妈说你是怪人。”我心脏沉了一下，然后把她带到休息区。丽丽的妈妈说的不对，但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。在很多人眼里，爸爸确实做了很多不那么合规的事，但爸爸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保护你，保护我们的家。她沉默了很久。那我呢？我也是坏人的女儿吗？于是我斩钉截铁道：“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不需要为爸爸做的事负责，也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，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对错。”她似懂非懂的点头。那天晚上在书房，我叫来阿忠：“丽丽家查过了吗？”查了，他父亲曾是报社编辑，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港城黑道的专题报道，应该是听到了一些风声。说着，阿忠递过来一份资料，需要我去谈谈吗？我翻看资料，丽丽的父亲42岁，叫陈文远，从业20年，以敢说真话著称。最近几篇报道确实在暗指我的生意。不用，安排一下我亲自和他见个面。2天后，我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到了陈文远。吴先生，没想到你会主动找我，如果是想让我撤稿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点了2杯咖啡。我不是来威胁你的，陈先生，是来和你谈一笔交易。你的女儿和我女儿悠悠是好朋友，悠悠很喜欢她。陈文远脸色微变。作为父亲，我们都希望女儿健康快乐的长大。你的报道我可以不管，但请你妻子不要在悠悠面前说那些话，孩子还小，不应该承受这些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如果我拒绝呢？那我会很遗憾。不过陈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报道发表后，那些被你曝光的人会不会像我一样讲道理？你做记者20年，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。正义很重要，但家人的安全更重要。”陈文远的手在抖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站起身，放下一张名片，给你3天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都可以打给我。离开咖啡馆，阿忠在车上等我。老板，他要是还继续写呢？我看着窗外，那我们就换个方式，买下那家报社的股份，或者赞助几个正面报道我的项目。舆论是可以引导的，不一定非要对抗。阿忠若有所思的点头。车开到半路，手机响了，是负责监视傅时墨的手下。老板有情况，傅时墨今晚好像要跑，好像是要搭今晚的船去澳门。前世傅时墨确实在澳门待过一段时间，在那里认识了几个关键人物，后来成了他上尉的助理。紧接着我立刻说：“拦住他！”我让阿忠掉头往南区码头开去。夜色渐深，码头的灯光昏暗，我们把车停在隐蔽处，步行靠近偷渡船停靠的废弃仓库。手下已经在附近埋伏。对讲机里传来声音：“老板，傅时墨到了。”仓库的阴影里，我看见那个瘦削的身影。傅时墨站在码头边，时不时看表。我打了个手势，4个手下从不同方向围上去。傅时墨立刻察觉，转身要跑，但已经来不及。2个人抓住他的胳膊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我走过去，蹲下身看着他，他盯着我，眼神像受伤的野兽。我认识你父亲。瞬间，他脸色变了。他欠的钱我会还，给我时间。不是钱的事，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跟我走，我会给你饭吃，给你地方住，教你本事，但你得完全听我的，不能有二心。前世我说过类似的话，那时我真心想培养他，把他当儿子看。这一世同样的台词，却是完全不同的目的。傅时墨狐疑地看着我。为什么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父亲的债也可以用劳动来还。傅时墨看了看旁边的几个人，又看了看我，他在权衡，在计算。最后他沉默了很久，点了点头。我跟你走。这种镇定让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。带他上车时，他一直看着窗外。我坐在副驾驶，透过后视镜观察他。到家已经深夜，我让人带傅时墨去客房。书房里，阿忠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老板，真要把那小子留在家里？小姐那边悠悠不会见到他，客房在侧翼，出入走侧门。告诉所有佣人，不许在小姐面前提起他。”阿忠还是想劝我，但我却打断了他。你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吗？这一世我要做那个知道蛇会咬人，却还要把蛇养在身边的农夫。阿忠沉默了，我挥挥手让他离开。傅时墨现在就在这栋房子里，睡在离我女儿不到100米的房间。我要让悠悠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，什么样的人最危险，什么样的背叛最致命，而傅时墨将是他最好的教材。第2天早餐时，悠悠问：“爸爸，昨天晚上我好像听见车声，你回来了吗？”我把牛奶推给他，处理了点事，他眼睛亮了亮。今天幼儿园有运动会，我要参加跑步比赛。我看着他的笑
笑脸，心里那个黑暗的计划像藤蔓一样缠绕。上午我见了傅石墨，我把一份文件推给他。这是你的工作安排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扫庭院，7点到厨房帮忙，8点开始跟着阿忠跑腿，晚上7点后自由时间，但不能离开别墅范围。他接过文件看得很仔细，这种认真也是前世的特征。但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选我？我只是个什么都不会的穷小子。我看着他慢慢说，我看人很准，你眼里有股不甘平庸劲，这种人要么成大事，要么会混得很惨。我想赌一把，看你能成什么样。这是前世我对他说过的话。傅石墨的眼神变了，他低下头，声音轻了些。我不会让你失望。今天开始工作吧，阿忠会带你。他离开后，我站在窗前，看他跟着阿忠走向庭院，但我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下午我去接悠悠放学回家，回到院子里时，他走在前面，而傅石墨正在院子里修剪花草。他看见悠悠动作顿了顿，悠悠也看见他，好奇地停下脚步。你是谁？傅石墨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对悠悠说：“我是新来的园丁。”没想到悠悠歪了歪头，你看起来好年轻。悠悠没再多问，跑进了屋。这时我也走过去，声音冷下来：“她是我女儿，离她远点。你的工作范围不包括主楼，也不包括和她接触。”他放下剪刀，站直身体。明白，吴先生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然后转身进屋。晚饭时，悠悠突然问：“爸爸，那个新来的园丁哥哥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瘦？是不是没饭吃？”我筷子顿了顿。他以前家里出了问题，现在有工作就有饭吃了。悠悠想了想，那我明天可以把我的蛋糕分给他一点吗？厨房阿姨说今天会做巧克力蛋糕。不用，他吃员工餐就够了。悠悠哦了一声，低头吃饭。但我知道他的善良已经开始发芽，对陌生人他会本能的想要帮助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傅石墨在别墅的第3个月，第一次展现了不同寻常的天赋。那天阿忠带他去码头仓库清点一批新到的货，原本只是让他搬搬箱子熟悉流程，但傅石墨在核对清单时发现了一个数字错误。他拿着清单走过来，声音不大但清晰。钟叔，这一栏的进口税计算有问题，多算了3个百分点。阿忠愣了一下，接过清单仔细看，确实是一个很隐蔽的错误，连负责账务的老会计都没发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傅石墨语气平静。我看了上个月的报关单，对比税率表算的。这种错误如果被查到，轻则罚款，重则扣货。阿忠把这事汇报给我时，眼神复杂。老板，那小子不简单，没受过专业训练，对数字这么敏感，还会主动去查以前的单据。我坐在书房里，翻看着这3个月傅石墨的观察报告，学东西快得惊人，所有特征都和前世一模一样。给他换个工作，让他跟财务部的老陈学习，从基础记账开始。没想到阿忠迟疑了一下，老板，这会不会让他接触太多核心的东西？就是要让他接触，但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看的每一份文件，见的每一个人，说的每句话都要记录下来。明白了。还有件事，小姐最近好像对那小子有点好奇。前天小姐去花园摘花，正好碰见傅石墨在修剪灌木，两人聊了几句。小姐问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，他说他喜欢安静。他们坐在那里聊了10分钟，但那小子听得很认真。我握紧了手里的钢笔。前世悠悠也是被他这种认真倾听的模样吸引。他说傅石墨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不会把他当小孩子敷衍，会认真听他说话。告诉苏冉训练时间调整，悠悠在家的时候，傅石墨必须在别处工作。另外安排支持墨去上夜校，晚上也不要在别墅。他不是想学吗？给他机会，找一家靠谱的，让他学会计管理，只要晚上不在家就行。几天后，我安排了一次测试，让阿忠故意在傅石墨面前透露一个假消息：南区有一批货被对头盯上，但防守薄弱，如果对方来抢，损失会很大。然后观察他的反应。傅石墨听完后没说什么，继续做自己的事。但当晚他去了南区，不是去仓库，而是在周边观察地形。第2天，他找到阿忠，钟叔，南区那批货，我建议加派人手或者转移。我昨晚去看了，那边后巷疑点太多，容易藏人。如果我是对头，会从3个方向同时进攻，仓库的人手不够应对。阿忠汇报时，我沉默了很久。他看出是陷阱了吗？应该没有，他的建议很真诚，甚至还画了整草图。阿忠递过来一张纸，上面是手绘的南区地形和兵力部署建议。我看着那张纸，前世记忆翻涌。傅石墨就是这样，总能提前看到危险，总能给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。我曾经多么欣赏他这份能力，把他当左膀右臂。按他说的做，南区加派1倍人手，但不要让他知道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老板，您这是？接着我撕碎那张纸，我在喂狼，喂得他以为自己是牧羊犬，忘记了自己是狼。阿忠似懂非懂，但没再问。又过了2周，悠悠的7岁生日快到了，我原本想大办，但悠悠说想简单点，就家里人一起吃个蛋糕就好。那你的朋友们呢？丽丽他们不请吗？而悠悠却摇头。丽丽的妈妈还是不喜欢我，其他小朋友他们有点怕我。上次体育课，我不小心把男生的手扭伤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他哭了，其他小朋友就说我很凶。听此，我心里一痛。前世他人缘极好，所有人都喜欢他，因为他天真善良，从不伤害任何人。这一世因为我的培养，他正在被孤立。悠悠爸爸问你，你觉得被人喜欢重要，还是保护自己重要？接着他想了想，都重要，但如果只能选一个，我想保护自己，因为爸爸说过，只有保护好自己，才能保护爱的人。我看着他眼睛突然发热。你说的对，爸爸还是希望你能遇到真正理解你、接受你的朋友。我有苏老师呀，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强大就害怕你，反而会为你骄傲。苏冉说的对，但这样的朋友在这个世界太少太少。在悠悠生
生日当天，我做了个决定。晚饭后，我把悠悠叫到书房，傅时墨也站在一旁。悠悠，爸爸给你介绍这个人，现在是在爸爸手下做事，他很有能力，也很聪明。悠悠好奇地看着傅时墨，傅时墨微微鞠躬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会每周教你2个小时，不是格斗，是其他的数学、分析问题的方法。苏老师教你身体怎么打，石墨教你头脑怎么想。悠悠眼睛亮了，真的吗？石墨哥哥要教我？傅时墨明显愣住了，悠悠跑过去仰头看他。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接着我闻声说道。每周3、周5下午2个小时，地点在书房。我把狼和羊放在一起，即使我在旁边盯着也是冒险，但悠悠必须学会识别狼，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近距离观察。傅时墨离开后，悠悠问我：爸爸，石墨哥哥好像不太爱说话。他经历过很多事，所以比较沉默。你可以问他问题，但不要问太私人的，重点是学东西。那天晚上我在书房坐了很晚，阿忠进来欲言又止。老板，我不明白，你明明知道那小……我看着监控屏幕，傅时墨正在自己房间看书，很专注，所以我要让悠悠在他露出獠牙之前就学会怎么拔掉他。可是太危险了，那小子已经是个狠角色了。我关掉监控，我8岁的时候已经看着父亲被人打倒在街头，悠悠比那时的我幸福多了，至少还有选择。阿忠沉默了，他知道我的过去，按计划进行。如果傅时莫敢有丝毫越界，立刻处理。第二天下午第一次课程开始，我坐在书房角落，看似在看书，实际在观察。悠悠坐在书桌前，傅时墨坐在他对面，面前摆着纸和笔。傅时墨声音平稳：今天我们学逻辑推理，先从简单的开始。课程结束后，摆石墨离开。悠悠跑过来问我：爸爸，石墨哥哥好像懂得很多，但他总是不笑，是不是不开心？可能吧，所以你要记住，不是所有聪明能干的人都是快乐的人。有些人经历太多，已经忘记了怎么笑。没想到悠悠天真的问道：那我能让他开心一点吗？闻言，我心脏一紧。有些人的不开心不是你能改变的，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。他点点头，但眼神里还有疑惑。晚上我查看监控录像和录音，傅时墨在课程中没有任何越界，问题专业，态度端正，甚至对悠悠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耐心。但正是这种完美让我更加警惕。狼在靠近羊群时总是最温顺的。接下来几周课程按部就班，悠悠的进步很快，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。他和傅时墨的相处也越来越自然，有时候课后还会聊几句闲话。石墨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，没有朋友吗？朋友不需要太多。这些对话我都听着，傅时墨的回答总是简短，但悠悠的热情像阳光，一点点融化他的防御。太危险了，但我没有阻止，因为我要让悠悠经历这个过程，从好奇到信任，再到可能的背叛，只有亲身经历，他才能真正学会。直到有一天意外发生了。那天课程结束后，悠悠说想去花园看看新开的花，傅时墨陪他去，这是第一次他们单独相处。虽然只是在别墅范围内，我跟在后面保持距离。花园里，悠悠蹲在一丛玫瑰花前，小心地触摸花瓣。傅时墨站在一旁。石墨哥哥，你恨你爸爸吗？傅时墨身体明显僵了一下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悠悠抬头看他。因为我听爸爸说，你爸爸做了不好的事，还欠了很多债。但我觉得爸爸是爸爸，你是你，你不需要为别人的错难过。傅时墨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我恨过他，但现在不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。悠悠拍拍手上的土。我妈妈也去世了，有时候会想她，但爸爸说她在天上看着我，我要开心的生活，她才会开心。傅时墨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你很幸福。悠悠认真地说，只要你努力，好好生活，一定会幸福的。傅时墨没说话，只是转头看向远方。那一刻，他看起来不像个心机深沉的狼崽，反而像个孤独的少年。我走出去，打断他们的对话。悠悠该回去了，苏老师还在等你训练。悠悠点点头，对傅时墨挥手。石墨哥哥，明天见。傅时墨微微点头，目送我们离开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决定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。我把傅时墨叫到书房，递给他一份文件。下周有一批货从外面过来，需要人去接应。阿忠会带队，你跟着去。这是你第一次参与重要任务，做得好以后会有更多机会。傅时墨接过文件，看得很仔细。这批货有风险吗？随即我看着他。当然有，对方可能黑吃黑，所以才需要你去。你够聪明，能随机应变。这是测试，也是陷阱。如果傅时墨有二心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他可以私吞货物，可以做任何事，而我会在暗处看着他如何选择。傅时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抬头。吴先生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您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？我只是个外人，还是个欠债的人的儿子。我靠在椅背上慢慢说，我看人很准，你眼里有野心，但也有底线。我想看你值不值得培养。又是同样的话，前世我说过，这一世再说，但意义完全不同。傅时墨攥紧文件，眼神坚定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他离开后，我站在窗前看着夜色。那批货的交接地点定在公海的一艘渔船上。阿忠带队一行8人开了2艘快艇。我坐在港城码头的指挥车里，实时监听他们的通讯。阿忠的声音从耳机传来：老板，一切正常，预计30分钟后抵达交接点。但我还是觉得这次带他太冒险了，这批货价值3000万。而我却打断了他。按计划进行，如果他没问题，回来后升他做你的副手；如果有问题，我没说完，但意思明确。耳机里传来海浪声和引擎声。我看着监控屏幕，代表快艇的光点在电子海图上缓慢移动。悠悠今晚住在苏冉家，这是我特意安排的，不想让他在家等我。万一计划出问题，我不想他看见我失控的样子。时间1分1秒过去。
去。突然，阿忠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对方发信号了，确认无误。我能听见快艇靠近的声音，模糊的对话声，一切听起来都很正常。交接过程持续了大约20分钟，这时传来阿忠的汇报：交接完成，准备返航。听此，我心里松了口气。也许这一世的傅石墨真不一样，也许因为我的提前介入，他走上了不同的路。但就在快艇准备离开时，变故发生了，一声枪响刺破夜空。突然，阿忠大吼：都埋伏！对方翻脸了！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，指挥车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我死死盯着监控屏幕，光点开始混乱移动。阿忠，报告情况。没有回应，只有杂乱的枪声。2分钟后，一个陌生的声音接入通讯：吴老板，你的货和钱我都收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人我也收下了几个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陷进掌心。你是谁？没想到对方只是一笑，一个想要你地盘的人。顺便说一句，谢谢你送来那个叫傅的小子，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，比如你们船上的武器配置，还有撤退路线。果然是他，但我心里没有愤怒，只有冰冷的确认。前世今生，他都是同一匹狼。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码头区的控制权，还有你女儿名下那几家正当生意的股份，给你24小时考虑。明晚这个时候我要答复，否则你剩下的手下，包括那个叫阿忠的，会一个个漂回港城。最后通讯中断了，指挥车里死一般寂静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这时一个手下问：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接着我不由深吸一口气，派人去接应，看有没有幸存者，联系医院准备接收伤员，通知所有堂口进入1级戒备。手下们迅速行动，我独自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港城的灯火。这座城市像一头沉睡的巨兽，而我现在要唤醒它最凶残的一面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悠悠。我拿出手机打给苏冉，电话响了几声才接通。吴先生，您那还好吗？于是我简短地说傅石墨背叛了，阿忠他们可能回不来了。我挂掉电话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的是悠悠的脸，他那么努力的想让他开心，而傅石墨用最残忍的方式回应了这份善意。我明知有错，还是喂给了女儿，但我不后悔。这一刻他必须学，只是代价比我想象的更大。凌晨3点，接应的人回来了，2艘快艇只回来了半艘人。阿忠被抬进来时，左肩中了一枪，但好在还活着。他看见我挣扎着想坐起来，我连忙按住他，别动，医生马上来。而阿忠咬牙切齿：傅石墨那小子，他早就和太方联系上了。交接时他故意走在最后，枪响时第一时间躲到了掩体后面。我们被包围时，看见他在和对方头目说话。我知道了，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交给我。阿忠抓住我的手，眼睛通红。我对不起您，是我没看住他。不怪你，是我低估了他的野心。天快亮时，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接起来是傅石墨的声音：先生，阿忠他们还活着吗？接着我回答道：托你的福，还活着。他沉默了一下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您说过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我想要更多就只能自己争取。所以你选择背叛，用我教你的东西来对付我。傅石墨的声音冷下来：您教过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24小时吴先生，交出我要的东西，您和您女儿还能平安生活。顿时我打断了他。否则怎样？像前世一样。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，几秒钟后，傅石墨缓缓问：您说什么？随即我笑了。傅石这一世你还是选择了同样的路，但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我挂掉电话，把手机放在桌上。他知道前世这个词的意思吗？不一定，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。我要让他疑惑，让他怀疑一切。上午9点，悠悠被苏冉送回家，他跑进书房，看见我坐在桌前，愣了一下。爸爸，你没睡吗？他走过来后，我轻声说：爸爸遇到一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我能帮忙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决定告诉他部分真相。傅石墨哥哥背叛了爸爸，还打伤了阿忠叔叔。悠悠的小脸瞬间白了，他眼睛瞪大，嘴唇颤抖。不可能，石墨哥哥他……我拿出手机给他看阿忠受伤的照片。爸爸不想骗你。悠悠盯着照片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，但他没有大哭，只是安静的流泪，像在消化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。我们对他那么好，还想让他开心。我擦掉他的眼泪，因为有些人永远不会被善意感化，他们只看得见利益，只想要更多。你对他越好，他越觉得你软弱可欺。几分钟后，他抬起头，眼睛还红着，但已经没了泪水。那天下午，悠悠没有训练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苏冉担心地问我是否需要心理辅导，而我却摇了摇头，让他自己消化，这是成长的代价。傍晚，悠悠出来了，他换上了训练服，走到我面前。爸爸，我要变强，强到可以保护你和所有人。我蹲下身，握住他的肩膀。你已经在变强了，但记住，强大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不再被伤害。听完后，他点了点头。但傅石墨，我想亲手抓住他。我不明所以地摇了摇头，因为我要让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他我原谅过你，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毁了一切。7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，让人心惊，但我知道这是他必须经历的过程。爸爸答应你，如果找到他，让你去见最后一面。接下来的24小时，港城黑道风起云涌，我拒绝了对方的要求，同时发动了全面反击。码头区爆发了几场冲突，同时我撒下天罗地网，
网寻找傅石墨。第二天晚上，就在对方给的期限最后时刻，我找到了傅石墨的藏身之处，南区一个废弃的冷冻仓库。他居然没离开港城，我亲自带队，20个精锐全副武装。出发前，悠悠抓住我的手，爸爸，带我一起去，你说过让我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最终妥协了，但让他坐在最后一辆车里，由苏然保护，不许靠近仓库。车队在夜色中驶向南区，废弃仓库区一片死寂，只有风声和远处海浪的声音。我们包围了目标仓库，红外扫描显示里面有4个人。老板，直接强攻还是喊话？我看了看悠悠所在的车，最后我还是选择强攻。战斗持续了不到10分钟，对方只有4个人，然而负隅顽抗，但寡不敌众。最后剩下一个傅石墨，被逼到了仓库最里面的角落。我走进去时，手下已经控制住了他，他肩膀中了一枪，但还站着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仓库里，我走到他面前，傅石墨笑了：“您来得真快，但我不后悔，至少我试过。”我看着他年轻的脸，前世今生的画面重叠，同一个少年，同样的背叛，只是时间不同。接着我不由问道：“为什么我对你不薄？”顿时他突然嘶吼：“把我当什么？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工具？虽然你给我吃给我住，但我在你眼里永远低人一等，连你女儿都可以对我呼来喝去。”我沉默地看着他，前世的他隐藏得很好，这一世因为我的警惕提前暴露了。弱肉强食，这是你教我的第一课，我学得很好，不是吗？这时脚步声传来，悠悠走进仓库，苏冉跟在他身后。傅石墨看见他表情僵住了，悠悠走到我身边，开口道：“石墨哥哥，我爸爸说你恨我们给你的都是施舍，但我想问你，当你饿肚子的时候给你饭吃是施舍吗？当你没地方住的时候给你房间是施舍吗？我把你当朋友，真心希望你好，这也是施舍吗？”仓库里一片寂静，傅石墨避开他的目光，低下头：“你想要的不是平等，是特权。你想一步登天，想不劳而获，所以你把别人的善意当成踏，把信任当成武器。你永远不配得到真正的尊重，因为你连最基本的感恩都不会。”这番话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，震撼了所有人，连我都没想到悠悠能看得这么透彻。傅石墨抬起头，眼睛通红：“你懂什么？你生来什么都有，当然可以说漂亮话，而我却只有这条命。”而悠悠点点头：“但你不该抢对你好的人，这是我爸爸教我的。狼可以吃羊，但不能吃喂它的手。”他说完转身就走，小小的背影挺得笔直。傅石墨呆立在原地，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。吴先生，能最后问个问题吗？您之前说的前世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他没有再说话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车上悠悠靠在我怀里，他终于哭了出来，但我没有安慰，只是轻轻拍着他的背。回到别墅，他自己回了房间。我看着他的背景，心里那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。这一刻他学会了。接着苏然走在我身后：“吴先生，悠悠今天让我很惊讶，那种冷静和洞察力不像是孩子说的话。”我看着夜色如墨的窗外，他不是普通孩子，他是这个地下王国的继承人，这条路他必须走。说完，我走回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后续事宜。最后阿忠养了3个月的伤，回来后变得更加沉默，眼神更狠。我知道傅石墨的背叛对他打击很大，他觉得自己失职了。老板，不想去带新人，这次我会看紧，绝不会再出第2个傅石墨。我同意了，悠悠也需要新的老师，不是文化课老师，而是实战教官。傅石墨那件事后，他对人情世故的理解远超同龄人，但真正的黑道生存，光有洞察力还不够。直到悠悠7岁生日那天，阿忠悄悄走到书房：“老板，西区出事了，八脸刘的儿子从澳洲回来了，带了几个雇佣兵，说要给他爹讨回公道。”八脸刘1年前意外去世，但道上都知道是我做的。他儿子刘天赐25岁，在澳洲学金融，我一直以为他不会趟这浑水。阿忠递过来几张模糊的照片，6个人都是退伍特种兵，他们昨晚突袭了我们西区2个厂子，伤了7个人。我看着照片上那些外国面孔，眼神冷下来。刘天赐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他很狡猾，用假身份入境，住的地方1天1换。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捏碎。加派人手保护悠悠，另外通知所有堂口进入最高戒备，悬赏刘天赐的下落。阿忠离开后，我在书房坐了很久。刘天赐不是傅石墨，傅石墨是孤狼，聪明但资源有限。刘天赐有钱有人脉，还有丧父之仇驱动的疯狂，这种对手最危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到了失去亲人，我的底线被触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把悠悠叫到书房，决定告诉他部分真相。我让他坐在我对面。悠悠，爸爸最近会有一些麻烦，可能会有坏人想伤害我们。他看着我，眼睛清澈。是像傅石墨那样的坏人吗？所以从明天开始，你去苏老师家住一段时间，等爸爸解决了麻烦再接你回来。没想到悠悠却摇头：“我不去，我要和爸爸在一起。”听话，这次不一样。他站起来，小脸严肃：“就是因为不一样，我才要留下来。爸爸教过我，危险来时不能逃跑，要去面对，我要保护爸爸。”我心里一暖，但更多的是担忧。你还小，这次的事让爸爸处理就好。他却坚持说道：“我不小了。”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知道说服不了他，你可以留下来，但必须答应爸爸几个条件。第一，任何时候身边必须有人保护。第二，如果爸爸让你去安全的地方，必须立刻去。第三，绝对不准单独行动。最后他答应的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我在书房坐到凌晨，刘天赐的目标明确，他不会给我太多时间。凌晨3点电话响了，是西区一个堂口的主事。老板，我们找到刘天赐的一个
个落脚点在九龙城寨那边一个废弃的公寓楼，我们的人蹲了一晚上，看见那几个雇佣兵进出。听此，我不由站了起来。不要打草惊蛇，继续监视，我亲自过去。挂掉电话，我叫醒阿忠，点了10个最精锐的手下。黑夜中的九龙城寨像一头沉睡的巨兽，这里曾经是港城最混乱的地方。虽然现在拆了大半，但残留的部分依然鱼龙混杂。我们包围了那栋废弃公寓楼。这时手下来汇报，老板，人在4楼靠东边的房间，6个人都在。然而就当我们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知道中计了，因为房间里没有人，只有一台老式录音机在播放对话声。正中央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是悠悠的照片。当我们准备撤退时，但已经晚了。爆炸从楼下传来，整栋楼都在震动。老板，楼梯被炸塌了！我们冲向另一侧的楼梯，但那里也传来爆炸声，整栋楼被彻底封死了。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从走廊深处传来：吴天雄，这么急着走？只见烟雾中刘天赐走出来，他看起来像个文弱的书生，但手里拿着一把冲锋枪。你女儿很可爱，你以为我只在这里设了埋伏？同一时间，我的人已经去接你女儿了。6个雇佣兵对付你家的保安绰绰有余吧？顿时愤怒让我失去了理智，我冲出去连开3枪。刘天赐躲到柱子后面，他的笑声在走廊回荡。没用的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地盘都是我的。可他的话没说完，就听到一声枪响，不是我的枪，也不是刘天赐的枪。刘天赐惨叫一声，手里的冲锋枪掉在地上。只见走廊尽头的阴影里，一个身影走出来，是苏冉，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。刘天赐愣了1秒，然后疯狂地弯腰要去捡枪。苏冉又开了1枪，这次打中了他的手。刘天赐再次惨叫，我冲过去一脚踢开地上的冲锋枪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家看着悠悠吗？他咬着嘴唇说道。悠悠看见你走了，是他叫我跟过来的。悠悠在楼下带人上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悠悠带着人从炸开的缺口冲进来，局势瞬间逆转。刘天赐被控制住，他死死盯着悠悠。悠悠走到他面前，但他的眼神没有丝毫动摇。你想伤害我爸爸？说完，他转身走回我身边。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碎裂了，又有什么东西重新凝固。刘天赐事件后，港城出现了短暂的平静，八脸流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清洗。我花了3个月整顿内部，悠悠的变化最大，已经能在董事会上安静地坐2个小时，听那些枯燥的财报分析。虽然不懂那些数字的具体含义，但他学会了观察，谁在认真听，谁在偷偷交换眼神。有一次会后，他告诉我，爸爸，那个戴眼镜的叔叔，每次你说到利润下降的时候，他就会摸鼻子。我查了查，那个人是财务副总监，最近确实在账目上做了些手脚，我把他调到了一个闲职，换上了更可靠的人。悠悠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，像打磨过的刀锋，但代价是他越来越沉默。以前那个爱笑爱闹的小女孩，现在更多时间是安静的看书。苏冉担心她心理出问题，建议我带她去旅行，离开港城一段时间。最后我听了苏冉的建议。